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被赵丽颖吊打着。2010年《甄嬛传》横空出世，10年后，剧中的配角百花齐放，饰演华妃的蒋欣更是火得一塌糊涂。有一个叫纯儿的配角，如今也变得炙手可热，她就是谭松韵。随着电视剧《逍遥》的开播，谭松韵的相关话题热度爆棚。在剧中，这个半人半灵的少女给人仙气飘飘、无所不能的印象。谭松韵的演技也进一步得到大众的认可，她的眼神灵动自然，表情丰富，富有层次。网友们一致认为，谭松韵有点俏黄蓉的影子。从《甄嬛传》的纯贵人到《逍遥》里的逍遥，时光行走了15年，但谭松韵就像被冻龄了一样，一直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正应了粉丝们的断言，娃娃脸是她独有的标志。郑晓龙曾经毫不掩饰地夸奖，谭松韵身上有一种未经雕琢的纯真，很贴合角色。可是，很多演员总是被标签束缚，谭松韵也因为她的可爱形象，始终走不出固有的角色，她的戏路也因此无法拓宽。不错，娃娃脸确实有一定的观众缘，但阅历丰富、深沉睿智、老辣歹毒的成年女性角色，谭松韵饰演起来明显力不从心。谭松韵坦言自己也想推翻娃娃脸人设，但很多角色她难以驾驭，演起来效果差强人意。在《逍遥》里，她的声音明显不符角色，又沉又闷，非常尴尬。而那些熟悉的套路一成不变，再少女气十足，也让人看得提不起兴致。比起同样顶着娃娃脸出道的赵丽颖，谭松韵明显被甩了8条街。成熟的演员绝不是复制角色，而是重塑自己。1990年5月31日，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从小特别喜欢跳舞。11岁，谭松韵考上了四川省舞蹈学校。随着谭松韵不断长大，她心中燃起了当演员的梦想，但家人说当演员竞争激烈，学表演花费巨大，不如算了吧。唯有妈妈说，你要是喜欢，砸锅卖铁我也供你。于是，谭松韵发誓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。第1年备考，她名落孙山，但这并没有削弱她报考北影的决心。她毅然决然选择了复读。第2年，谭松韵如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说来，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女孩。刚踏进娱乐圈，郑晓龙执导的《甄嬛传》就海选演员。这部宫斗剧需要大批的女演员，对于新手小白来说，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大咖云集，名导制作，谭松韵不敢有丝毫怠慢。在剧中，谭松韵饰演了从不设防的纯贵人。她思想单纯，又是个乐天派。她靠着一段吃点心的戏，顺利通过试镜。她的表演与她的娃娃脸非常契合，成为后宫3000佳丽中独一份的存在。20岁的谭松韵并没有一炮而红，这个短命的纯儿成为了她演艺路上一枚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她一直在跑龙套，直到2015年，镶边多年的谭松韵终于迎来了一点转机。她饰演旋风少女中的范晓莹，备受观众的好评和追捧。笑起来总是甜甜的，生气时又总是撅着嘴巴的范晓莹，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。谭松韵的天真浪漫赋予角色一种活人感。2016年，一部《最好的我们》更是让谭松韵火出了圈。她饰演的高中生耿耿，青春又妩媚，成了无数人的白月光。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8.9。正待谭松韵蓄势待发，奔赴前程之际，不幸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2018年12月31日，谭松韵和妈妈在马路上行走，突然，一辆汽车疾驰而过，谭松韵妈妈倒在了血泊中，肇事司机却伺机而逃。
遗憾的是，谭松韵妈妈经过20多天的全力抢救，还是未能挽救回生命。谭松韵陷入了失去妈妈的巨大悲痛中，她再也吃不到妈妈做的地道菜肴。年少丧母，对谁来说都是无法忘却的伤悲。但谭松韵明白，天堂的妈妈希望她能尽快好起来。2019年6月，谭松韵饰演了都市家庭剧以家人之名女1号李尖尖。李尖尖的母亲在她很早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，这一点正好吻合了谭松韵当下的情绪。她与宋威龙饰演的男1号凌霄一起长大，互生好感 ，CP 感十足。或许正是李尖尖这个角色的成功，彻底治愈了谭松韵。接下来，谭松韵一发而不可收，一部接着一部的影视作品纷至沓来。在她主演的电视剧里，呼声最高的当属《锦心似玉》这部古装剧。她饰演的罗十一娘虽然是庶出的身份，但从不低看自己，从小学习刺绣，技艺炉火纯青。她顶着娃娃脸的光环，成就了罗十一娘这个光彩夺目的角色。说实话，谭松韵就像那个同桌的她，一眼看上去就非常讨人喜欢。在《归路》里，谭松韵饰演归晓，这个做投资的都市女强人，显然不可能是女娃娃的人设。她与景柏然搭档，而对方的身份还是排爆特警，这就更要考验谭松韵的演技。两人从校园到婚纱，经过10年爱情长跑，外形上虽由白校服、高马尾、圆鼓鼓的包子脸变成了大波浪职场风，但眉宇之间那种娃娃脸的率真气依然似曾熟悉。从青春少女到职场精英，再到为人母亲，谭松韵对归晓这个角色的驾驭，虽然让人看到了角色不断成长的弧光，但终究还是缺乏一种陌生感。2026年，谭松韵36岁了。最近逍遥开播，90花谭松韵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网络争议。刘晓庆饰演15岁的武则天时，已年过40。但庆姐在扮嫩的路上，武则天是一个响当当的成功先例。但35岁的谭松韵饰演仙侠，虽然娃娃脸依然能让她扛剧，但却撑不起少女的那份轻盈和出挑。原声与配音，你不得不承认，配音会让整个人物形象大幅提升，犹如曾经的林黛玉。如果真声出镜，决然不是你看到的林妹妹出尘脱俗的效果。说实话，谭松韵的声音缺乏少女感，嗓音真粗糙，这让逍遥这个角色大打折扣。谭松韵饰演的青春偶像剧，每一部的收视率都稳定在0.8%以上。要说不出错，谭松韵是最让导演放心的演员。但观众们看得多了，就会产生审美疲劳，没有眼前一亮，就会果断弃剧。在青春偶像剧的赛道上，谭松韵的娃娃脸已经深入人心。但在古偶剧里，谭松韵反响平平，因为娃娃脸成了她冲不出的困境。这也不只是长相的问题，整个表演风格给人的印象依然还是天真浪漫、灵气逼人。但这些人物特性毕竟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只有千人千面，才会面面有辨识度，这样的角色才会让人一见倾心，一生铭记。反观1992年出生的周冬雨，在28岁时就拿遍了金鸡奖、百花奖、金马奖、金像奖、亚洲电影大奖5座影后奖杯，靠着炸裂的演技成为了90后演员的扛把子。要说外形的局限，身材娇小、细眉小眼的周冬雨更是有着无法任由施展的局限性。但周冬雨饰演的角色却没有被静秋一角所限制，她靠着千变万化的惊人演技，让自己一步步攀登上演艺高峰。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。谭松韵相形见绌是不争的事实。35岁熟透的年纪，早该改头换面，重新绽放自己。逍遥未播，
关于谭松韵的质疑，就一直萦绕耳畔。娃娃脸能否撑得起仙侠大女主？这让人们拭目以待。果不其然，粉丝们说谭松韵演出了黄蓉式的古灵精怪，却撑不起角色的厚度。虽然她一人饰演两角，但总是让人混淆。尽管赵丽颖前来救驾，但越发的抢了她的风头。人们说逍遥之所以能够追完，是冲着赵丽颖的影响力，要不谁能看见谭松韵的光芒？谭松韵凭着娃娃脸出道，也成功收割了一批粉丝。青春偶像剧已经成了她的舒适圈，但选择了舒适，就意味着停滞，唯有改变才会迎来成长。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尤其演艺圈更是新人辈出。当你停滞不前，其实正在以滑铁卢的速度贬值。没有一个优势会让你一直气贯长虹，更没有一种竞争力让你战无不胜。你以为的看家本领，最后哪一个不是过期作废？所以，要想不被踢出局，就要离开舒适区，去挑战新机遇。唯有不断淬炼，才会凤凰涅槃，让自己长成新的角色。